竟然真的成了项羽。大王，妾身先行一步，不愿再成您的累赘。虞姬不可！我穿越了，精准落在垓下之围中举，成了我一生最钟爱也最惋惜的楚霸王项羽。我本身是龙国近100年来最年轻的秦汉士首席教授，但在一场学术报告上，我推翻了项羽垓下之围必死的结局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天旋地转，一招穿越，我竟直接落到楚汉相争的垓下荒原，恰好是10万汉军合围的前一瞬。哭什么？距离乌江自刎只剩不到12个时辰。妾身唯有一死，才不拖累大王突围。闭嘴！记住，我不让你死，阎王也带不走你。跟着我。大王，四面楚歌，汉军进占楚地，军心已散，逃兵过半。末将无能，唯有以死谢罪。死给谁看？外面唱几句破歌，你们就当楚国亡了。刘邦满打满算30万人马，楚地纵横3000里，他一夜就能踏平，还能让30万汉军全会唱楚歌，这是陈平的心理战。你们仔细听，全是淮北泗水的调数，真占了江东，唱的该是五语相音。就这点伎俩，骗得你们身经百战的将军要抹脖子。陈平搞这出，只因韩信的10面埋伏全是窟窿。他主阵在东防我回彭城，北有彭河，南有英布，3人各怀拐胎，没人愿跟我死拼。向南退乌江，回江东。哼，蠢货！韩信算准了我必走乌江，灌婴的5000旌旗早就在那儿布好了天罗地网，去了就是自投死路。传令，全军弃掉所有辎重，半个时辰后跟我往西南突围。西南那里有汉军重兵把守啊！自己看，昨日截获的韩信调令，3日前就把陈家谷主力调去了乌江，连敌人底细都没摸清，就敢寻死。韩信精锐全压在乌江，西南只剩个空壳子，老子今天就从他眼皮子底下撕烂这10面埋伏。末将领命。韩信已率主力调往南线，此地不过的是疑兵，霸王已率铁骑回援，天亮前便会杀到。今夜就让这10面埋伏变成他们的10面受死。杀！不可能，他不是被围死在垓下中军了吗？韩信、刘邦，这盘逆转宿命的棋才刚刚开始。哈哈哈哈！项羽那匹夫，明日必死无疑。报，项羽率800骑凿穿陈家谷防线，根本没往乌江去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陈家谷是我部下的唯一生门，项羽怎么可能一眼看穿？他们看向项羽的眼神变了，不再是那种送死前的决绝，而是一种近乎狂热的敬畏。大王，接下来往哪儿走？往哪儿走？韩信这会儿肯定在琢磨，我项羽既然冲出了陈家谷，下一步肯定直奔彭城求援，或者往东海躲避。他算的没错，但他算漏了一点。韩信觉得我项羽是霸王，霸王只能走直线，只能硬碰硬。可他忘了，现在的我只想要他的命。大王，咱们兵力太少，汉军这若是合围，哼，合围！传令下去，
全军向东南急行军20里，目标灌婴的后勤补借营。灌婴那可是5000精骑的主将，咱们去偷袭他？不是偷袭，是去拿回属于我们的军粮。韩信调走了陈家谷的主力，灌婴为了追我，必定会把后勤辎重留在临淄一线。他以为我项羽是丧家之犬，只会逃，绝不会回头咬他一口。记住，兵法这东西，韩信玩得转，老子玩得更溜。他要跟我玩心理，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灯下黑。这支原本被判定为死局的部队，在项羽的指挥下，像是一条滑入深水的游鱼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家谷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我部下500精锐，就是为了堵死他回援的路。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凿穿了？将军，项羽往东南去了。东南？东南是灌婴的粮道，他疯了，那是死路。灌婴的骑兵只要回援，他就会被夹在中间。他也是兵家奇才，瞬间意识项羽的意图，这根本不是突围，这是反扑。传令，让灌婴立刻放弃追击，全军回防粮道，绝不能让项羽拿到粮草。将军，那若是回防，那项羽他就是想逼我回防，他是在用这800骑兵搅乱我的全盘布局。这匹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战术了？怕吗？妾身只怕大王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逼入绝境。放心，以前的项羽输在太在乎霸王这个名头，现在的我只在乎怎么弄死刘邦。他们要跑，大王，现在冲吗？显然，他们收到了韩信的紧急军令，正准备撤。不急，等他们把粮草装好，咱们是来借粮的。若是现在冲，他们把粮烧了怎么办？借粮？等会儿冲进去，专门盯着那些运粮车，谁敢烧粮，我要谁的命！末将领命。兄弟们，韩信说我们是丧家之犬，今天我们就去告诉他，什么叫关门打狗！快，动作快点儿！韩将军有令，项羽内苏就在附近，若是丢了粮草，你们都得掉脑袋！杀！灌婴将军，不必那么麻烦了。项羽，这些东西，我项羽征用了。快跑啊！霸王来了！快逃命啊！这是你们韩大将军的调令，刚才在路上顺手截的。告诉他，想玩兵法，让他亲自来。韩信说的十面埋伏，在项羽面前，怎么就像纸糊的一样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装粮！装完粮，咱们去给韩信送一份大礼。大王，是汉军主力，咱们被包围了。他不仅要粮，还要用这3000汉军的命，在韩信的布局上狠狠剜下一块肉来。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大王，前有营地，后有追兵，我们被堵在谷口了。堵？他们这是来送死的。韩信让你们觉得兵多就一定赢，今天老子就教教你们，也教教他韩信，什么叫兵法。看到没有？他们队形严整，步步为营，看起来像个铁桶，但他们是急行军而来，人困马乏，又是步骑混编，阵型拉得太长。他们以为我们是瓮中之鳖，所以把阵势摆得这么开，想一口吞了我们。可他们忘了，兔子急了是会咬人的。几步，末将在，带300骑，从左翼山坡绕后，不用接战，只需把我们缴获的火箭对着他们的粮草车和战马，给老子狠狠地射。记住，只制造混乱，不许恋战。钟离灭，末将在，你带200骑，待季布动手后，从右翼冲击他们的中军侧翼，把他们的步兵和骑兵给我切开。
那大王您，我带剩下的人去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。听着，此战不为歼敌，只为击溃。我要让韩信知道，他派再多人来，也只是给我项羽的袜叶添一堆枯骨罢了。杀！大将军有令，项羽已是强弩之末。这几百号人跑了几天几夜，连顿热饭都没吃上。咱们把山口一堵，耗也能把他们耗死。谁砍下项羽的脑袋，赏万金，封万户侯。都给我把招子放亮，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将军，这仗打得也太省事儿了。项羽那点残兵，这会儿多半正躲在山沟里写遗书呢。咱们3000精锐，压也把他们压平了。别大意，霸王毕竟是霸王。不过嘛，他今天就是长了翅膀，也飞不出这片响谷。传令，前军推进，弓弩手就位，敢露头，直接射穿。左翼提醒！慌什么？结阵，顶住！那是项羽，来拿他脑袋了。李元，韩信让你来的，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老子读书的时候，你祖宗还没出生呢。回去告诉韩信，他这十面埋伏，漏洞百出，就先从你这里开始破。放箭！放箭！想跑？我让你走了吗？主将已死，降者不杀。把这个东西亲手交给韩信，告诉他，棋盘我给他掀了，想玩就滚到固陵来，我项羽在那儿等他。他已经等了快1个时辰，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将军，项羽呢？粮草呢？粮草被劫了，李元的3000援兵全完了。说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还让末将给将军带一句话，说，他说棋盘他给掀了，想玩就滚到固陵去，他在那等着将军你。那是一种智谋被彻底看穿，骄傲被无情碾碎的巨大冲击。这个项羽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匹夫了，这是一个怪物，一个从地狱里爬回来要将他拖下去的怪物。传我将令，全军开赴固陵。大王，缴获粮草辎重无数，足够支撑月许。只是这些降卒如何处置？伤的给他们治，饿的分他们粮，吃饱了编入后队，跟我们一起走。什么？大王不可！这些人是汉军心向刘邦，留着是心腹大患，况且粮草也经不起消耗。想当年我坑杀20万秦族，结果天下人都骂我残炮，视我为蛇蝎，这才让刘邦那贼轻易得了人心，对吗？你们的将军拿你们的命来填坑，我今天不杀你们，只给你们2条路，跟着我，不仅管饱，天下定了还分你们田，堂堂正正的做个男人，而不是棋子。画饼和给实惠，刘邦能用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大王给饭吃，我愿意跟着大王。刘邦得了天下，第1个杀韩信，第2个杀彭越，而彭越
会被剁成肉酱，分食诸侯。至于这英布，则是3族之内鸡犬不留。大王，3路大军30万，成何为之势？好，都来了，全军转向，我们不去固陵了。告诉彭越，刘邦许他的东西，我提前送来了。全军听令，从速前进，不得有误。跟这帮土匪玩心眼儿，不如就这么敞开了，让他自己去猜，猜的越多，就怕的越多。你说什么？项羽正朝着我们来了！是的，王上，楚军就走在官道上，毫无疑虑。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备我的马，我亲自去会会他。项羽，你是来献上人头的吗？天气不错，梁王一路辛苦了。刘邦许了你什么？封地、金银，还是让你在将来的庆功宴上做个好位置？这与你无关。怎么会无关呢？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你提个醒。提醒我什么？提醒你，刘邦的庆功宴菜色都给你定好了，主菜就是你梁王彭越，他会把你剁成肉酱，装在瓦罐里分赐给天下诸侯，美其名曰让众人尝尝反贼的滋味。你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！罪名他都给你想好了，就说你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反正你以前是土匪，安个罪名再容易不过。他会先拿韩信开刀，然后就是你，最后是英布。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这8个字，你应该比我懂。你以为刘邦为什么封你为王？因为他需要你替他卖命。等天下定了，你这种手握重兵又不听话的外姓王，就是他心头最大的一根刺。不拔了你，他睡得着觉吗？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，精准地刺在我内心最深、最恐惧的地方。彭越，我项羽以前是看不起你这种人，但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活命的机会。我不需要你现在就反了刘邦，那太蠢了。韩信不是让你们3路合围，在固中弄到我吗？你去，带着你的5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去，但是路上走得慢一点，总可以吧？士兵们长途跋涉，出点岔子，水土不服，拉个肚子，耽误个1、2天，韩信也说不出什么吧？这不是在策反，这是在教我怎么当一个合格的内鬼。这些手段全是我当年赖以成名的游击战术，如今竟被他信手拈来，用在了瓦解刘邦的联盟上。我凭什么信你？就凭我敢来见你，就凭我知道你的结局，你也可以不信。去固陵帮着韩信杀了我，然后等着刘邦的屠刀落在你和你家人的脖子上，到时候你被做成肉酱的时候，可以仔细品品，那是不是权力的滋味？王上，韩信元帅的使者到了，催促我们立刻加速行军，务必在3日内抵达固陵，完成北线合围。传我将令，全军就地休整，告诉将士们，我们水土不服。这就完了？5万大军，兵锋所指可吞山河，结果大王单枪匹马去聊了半个时辰，对方就鸣金收兵，原地生病了。大王，您对彭越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请他吃了顿饭，一顿未来的饭，主菜是他自己，估计这会儿正犯郁呢，哪儿还有力气行军？全军转向，目标东南，去会会我们的另一位老朋友九江王英布。大王，万万不可！彭越只是贪利，可英布与我们有血仇啊！他本是我大楚上将，却叛楚归汉，他脸上的精印还是当年您亲手。所以呢，他脸上有疤，心里更有疤。一道是旧主留下的耻辱，另一道是新主给的枷锁。这种人比彭越那种纯粹的毒客更好拿捏。去找个镇子，给本王寻一个手艺最好的屠夫，再找一个最好的窑工。屠夫、窑工，大敌当前不思破敌之策，找屠夫和窑工干什么？不错，走吧，给九江王送份大礼。王上，项羽率2000余人正向我军大营而来，距此不足10里。
皇上，这厮欺人太甚，真当天下还是他项家的吗？末将请战，愿提本部5000铁骑，将他碎尸万段，以报当年之辱。报仇？他项羽算什么东西？老子要报的是这块疤的仇，这是我一生的耻辱。当年我因罪被罚，脸上刺字，是项梁将我从囚徒中拔擢起来。可后来也是项羽在我战败后，用同样的刑罚羞辱我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列阵，我倒要看看他项羽今天是不是来送死的。英布，多年不见，你这摆阵仗的本事倒是没退步。项羽，你我早已恩断义绝，今日你自来送死，就休怪我枪下无情。无情？你我之间确实没什么情分，但你和刘邦就有情分了。我今天来不为别的，只为给你送一件刘邦为你准备的厚礼。装神弄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刘邦给你隔壁的邻居梁王彭玉定下的封赏，我顺路就替刘邦先送过来了。彭越的封赏是肉酱，而你九江王英布，刘邦给你准备的是夷三族。他连给你定罪的由头都想好了，就说你素有反相。我当年就是因为被项氏说当受刑为王，才走上反叛之路。这件事天下知者甚少，项羽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？哼，你以为你杀了义丁是为我楚国尽忠？错了，那是刘邦给你下套。天下平定之日，他就会昭告天下，说你弑君无道，名正言顺的杀了你，再把你全家老小斩草除根。我项羽是羞辱过你，但刘邦是要你的命，要你全家的命。我视你为走狗，所以给你赐字；他视你为功臣，所以要杀你全家。你告诉我，哪个更狠？看着那团血肉模糊的碎肉，英布仿佛看到了自己家人的未来，前所未有的恐惧死死攥住了他的心脏。韩信让你来固陵，是拿你的3万精锐当炮灰去填我的战线。你赢了，功劳是韩信的，将来死的还是你；你输了，现在就得死。你觉得这笔买卖划算吗？那我该如何？简单，原地不动，看着，看我怎么在固陵把韩信的2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，看我怎么把刘邦从他的王座上像抓一只鸡一样抓下来。英布，你是个猛将，猛将的血应该洒在棋盘上，而不是被人当成洗棋盘的脏水。是继续当刘邦的狗，还是站着看一场好戏？你自己选。将军，追不追？项羽只带了100骑，咱们3万人。追个屁！传我将令，全军拔营，后撤30里。告诉韩信的使者，我军粮草不济，需就地筹措。报！梁王彭越称军中突发疫病，已在原地扎营，无法按时抵达。报！九江王英布上报粮草不济，已率全军后撤30里筹粮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韩信引以为傲的十面埋伏，在项羽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彭越和英布像2把刀，从南北狠狠捅进了他的布局，让原本完美的合围之势露出了2个巨大的缺口，从3路合围变成了1对1的决战。项羽，你以为这样你就赢了吗？哼，你瓦解了我的侧翼，却也把自己逼到了我的面前。我承认我小看你了，但你想凭那不到2000的残兵就跟我20万大军正面抗衡？好，很好。我韩信出道至今未尝一败，今天就在这固陵城下，我便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兵仙。传我将令，全军出击，目标项羽。
信全军出动了。我们才刚吃了几天饱饭，怎么转眼就要面对汉军主力了？这不是送死是什么？怕了，怕就对了。韩信要的就是你们怕，他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也告诉我，他兵多，他厉害，我们死定了。看到没？前军1万轻车用来冲散我们，中军10万步兵，2翼还有骑兵策应，后方弓弩手严阵以待。他这套东西叫十面埋伏，听起来吓人，其实就是个铁桶。但你们知道铁桶最怕什么吗？铁桶最怕里面的东西自己炸了。想活命的拿起武器，不想活的现在就可以跪下，等着对面的同胞来砍你们的脑袋。我们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等会儿听我号令，跟我一起冲20万人的大阵！我没说凿穿他们的军阵，我是说凿穿他们的帅旗，直取中军帅旗，在20万大军的层层保护下去刺杀兵仙韩信，这不是疯狂，这是自寻死路。不是冲他们的胆。你们2人率800江东子弟为先锋，目标不是杀人，而是凿穿。听着，我只要你们撕开一道口子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今天我就让你韩信看着，这天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霸王。项羽到底在做什么？回将军，他们在内讧，像是项羽在逼迫那些降卒参战。哼，匹夫之勇，以为靠着几百亡命徒就能撼动我的军阵？传令，前军轻骑压上，准备冲锋；中军梯次跟进，2翼弓弩封锁退路。他敢冲过来，就把口袋扎死，一个不要落！我要让他连拔营的机会都没有。韩信的布置无可挑剔，这是一套标准的歼灭战术，任何兵家大师来了都挑不出毛病。可项羽是掀桌子的那个。他疯了！这项羽知道自己死到临头了，还会反咬一口。既然找死，就成全他。前军接敌，2翼合围，给我把他这800人连人带马碾成肉泥！刘邦已死，韩信谋反，彭越反了，英布反了，我们被卖了！放下武器，霸王有令，降者不杀，怀分田地。什么？刘邦死了，韩信谋反了？彭越和英布不是来会师的吗？怎么反了？高手过招，胜负只在毫厘。对项羽来说，这一丝凝滞就是天堂与地狱的距离，他等的就是这一瞬。刘邦已死，彭越、英布反了，这根本不是兵法，是泼皮打架。稳住！稳住阵脚，妖言惑众，战力决！韩信的走狗，拿命来！汉军前将军李牧已被我项羽斩杀，尔等还不投降？来时如奔雷，去时如狂风，前后不过1炷香的功夫，800骑兵在20万大军中打了一个来回，斩将夺旗，穿阵而出，全身而退。谁也不知道下一场战争会花落谁家。奇耻大辱！报将军，项羽派人传话说，他说多谢韩大将军的阅兵，第1回合结束了，他玩得很尽兴，明天想玩点别的。
白天项羽的冲锋喊的那些话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妖言惑众，斩将立威。不对，这些都只是表象。项羽的核心是简单，简单到粗暴，粗暴到让我这个用计的人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将军，各营已经加固了防线，斥候也放出去了。明日我们……他不是喜欢正面冲吗？我明天就给他一个正面，我要用20万人的铁壁把他连人带马挤成一滩肉泥。我要用最堂堂正正、最无可挑剔、最绝对的力量碾碎项羽的投机取巧。我要证明，兵法终究是兵法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布大堰无极阵。大堰无极阵，那是韩信压箱底的本事，是纯粹用人命和阵型变化堆出来的绞肉机。此阵一出，除非有10倍以上的兵力，否则绝无可能从正面突破。将军，对付项羽那点残兵，用得着？用得着。在绝对的实力和完美的战术面前，项羽任何投机取巧都将会是徒劳。怎么回事？项羽在搞什么鬼？他昨天不是说要玩点别的吗？派出去的数波赤袭，得到的回报都一样。楚军大营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那扇旗子插在山顶，连个看守的都没有。人呢？那2000人，连同那该死的项羽，怎么会突然消失了？将军，西侧粮道琅琊谷的500道军粮被烧了，押运队死伤过半，对方只用了110号人，打了就跑，根本追不上。报将军，我军派往北面侦察的斥候小队在芦苇荡附近失联了，只找到几具被割了喉咙的尸体。报，南面马场遇袭，上百匹战马被惊，冲散了营地。报，韩信精心布置的20万大军，像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巨象，被一群蚊子叮得浑身是包，却连对手的影子都摸不着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项羽说的玩点别的，根本不是什么新战术。他把这片方圆百里的山川河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，而他那2000人则化作了无数枚神出鬼没的棋子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。这套打法我也会，可我从未想过有人敢用区区2000人对20万大军用这种战术。这已经不是打仗了，这是放血，一刀一刀割在汉军的补给线和侦察网上，缓慢而持续地削弱着这头巨象。传令，分兵，以5000人为一营，封锁所有谷口要道，拉网清剿。我就不信他2000人还能飞了不成？妾身只想，大王这次莫要受伤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也让韩信看看我的兵法。这，大王神了，真的神了！我们按您的吩咐，在琅琊谷放了把火就撤。汉军的追兵赶到时，我们早翻过山头了。他们人多，马也多，可在这山里根本施展不开。大王，您怎么知道那条小路能直插汉军的马场？我们从天而降，那些养马的汉兵都吓傻了，还以为是天兵下凡。当年把这块地方的军事地理图都快翻烂了，哪个山头有姑娘，哪条沟能藏兵，我都知道。韩信开始分兵了，是分成了10几股，正往山里搜呢。这就对了，他要是缩成一团，我还真不好下嘴。现在嘛，传令下去，让兄弟们都别动了，找地方好好歇着，睡个饱觉。啊，大王，汉军正搜山呢，我们不转移。转移什么？他们几千人一队，漫山遍野的找我们2000个，累的又不是我们，咱们缴获的粮草够吃1个月，他们20万人，每天人吃马乏，消耗是个天文数字。现在补给线又被我们掐断了一半，我倒要看看是他韩信先找到我们，还是他的兵先饿肚子。告诉弟兄们，马上到下一个回合了，从今晚开始，到我们给韩信表演了。白天的紧张和疲惫，加上夜晚的饥饿和寒冷，让一股无名的恐慌在军营中蔓延。
对面的兄弟们饿了吧？我们霸王这儿顿顿有肉吃啊！韩信贪了你们的军饷，拿去养女人了，你们还替他卖命。北边张三，你老婆在家干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东营李四，你上次赌钱是你家屯长出天。张三？哪个张三？真的假的？我老婆……妈的！我就说李屯长手气怎么那么好？饥饿、疲惫、猜疑、恐慌，这些负面情绪在全损阴势的催化下迅速发酵。项羽，你无耻！诛心，这是最恶毒的诛心之术。我苦心建立的军心气息，在这种下三滥的面前，脆弱不堪。他不像一个霸王，他就是个混迹市井、无所不用其极的泼皮无赖。这个无赖，偏偏还有战场嗅觉和官绝天下的勇武，这仗还怎么打？此刻，汉军军心已彻底崩溃。我知道，不能再被项羽牵着鼻子走了。来人，传信给汉王，就说项羽诡计多端，非大军合力不能破之，请汉王亲赴固陵督战。臣韩信恭迎汉王。大将军辛苦了。之前叫我韩青，后来叫我大将军，再后来到这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客套。项羽呢？臣正在20万打2000，打了5天，人呢？大王，刘邦到了，带了3万亲卫。大王，这下麻烦了。韩信20万加刘邦3万，23万。你觉得他是来帮韩信的？刘邦这辈子最怕3件事：第一，怕死；第二，怕别人不听话；第三，怕手下比自己能干。韩信3条全占。刘邦不是来打我的，他是来看韩信的，看韩信会不会趁机拥兵自立，看韩信是不是故意放我走，看韩信的20万人到底听谁的话，我就帮他看得更清楚一点。韩将军台谏，固陵之约，吾已知悉。淮阴3郡，将军之意，吾心领矣。待大事已定，淮阴3郡尽归将军。落款：项敌。大王，这是伪造的。我跟韩信没有约，但刘邦不知道啊。把这封信丢到汉军巡逻队能捡到的地方。大王此计，怕是比10万大军还猛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韩信将这几天的战况一五一十的汇报。你是说，彭越和英布都不动了？是，项羽不知用了什么手段。项羽能有什么手段？他一个光杆霸王，拿什么说动彭越？彭越那条老狗，除了我，谁的话都不听。大将军，你觉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得很？项羽2000人，搅得你20万大军鸡犬不宁。彭越、英布同时生病，现在项羽不跑了，就在这片山里跟你躲，像不像有人在帮他？汉王，臣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没什么意思，随便问问。大将军别往心里去。禀汉王，巡逻队在西面密林中截获楚军遗落的竹简1卷，上面有。拿来。韩将军台谏，固陵之约，将军之意，吾心领矣。项敌。大将军，你跟项羽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汉王，这是伪造的，项羽的诡计，臣与他……我知道是假的，但是大将军，从明天起，这20万人的兵权就给我来调吧。
大王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刘邦啊刘邦，我跟你斗了20年，你唯一的错就是从来不肯把命交给别人。韩信有兵权，我拿他没辙，但刘邦嘛。张良在这天傍晚来看过他一次。韩将军，忍。第4天清晨，斥候带回一个消息，项羽跑了。准确地说，是楚军连夜拔营，朝东南方向急退。粮尽了。汉王英明，困了5天，再厉害的人也扛不住没粮吃。他往东南跑，那方向是乌江，他要回江东。项羽这辈子就一个毛病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掉就回老家。从彭城跑到广武，从广武跑到垓下，现在又想跑回江东。传令，全军追击，趁他粮尽兵疲，一口吃掉。汉王，不能追。大将军有何高见？这是诱敌。项羽缴获的粮草够吃1个月，不可能5天就粮尽。他扔的辎重是做样子，楚军尸体是故意留的，那几具尸体伤口发黑，死去至少3天，绝非昨夜战死。所以呢？所以他在前面等着我们。从这里到乌间，必经青龙岭，那是一条峡谷，两侧高坡密林，入口宽，出口窄。大军一旦进入，首尾不能相护，他会在谷中设伏，守住入口和出口，占据有利地形。谷底的大军肯定会陷入被动。韩信的分析精准、冷静，无懈可击。大将军，你打了5天没抓住项羽，我来了第4天，项羽就跑了。你觉得是项羽怕你呢，还是怕我？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是韩青啊，你想想，项羽要是真有伏兵，他为什么不服你？他偏偏等我来了才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怕我。他知道你打不赢他，但他知道我来了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汉王，臣最后说一次，青龙岭不能进。大将军留守后军，看好辎重。追击的事，我亲自来。鸿门宴，当年项羽放走刘邦，而今天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。来了。大王，事后来报，汉军前锋已过3岔口，先头部队约2万人，正快速向青龙岭推进，后面跟着的主力至少15万以上。韩信在哪儿？没看到韩信的帅旗，只有龙旗。刘邦亲自来，而韩信被摁在后方。传令，按原计划，放前锋进谷，等龙旗过了青龙尾，封死2头。等了5天，终于等到你了。1个时辰后，汉军顺利通过青龙岭前段，没有遇到任何阻击。看到没有？韩信说有伏兵，伏兵在哪儿？项羽就是粮尽了跑路，还设什么伏击？汉王，前方谷口被巨木封死，楚军从山上。刘季，当年鸿门宴是我放你走的，那么今天
你还走得了吗？而此刻，韩信在20里外的后军，看不见，够不着。大王，紧急军情，南面英布的3万大军突然拔营北上，方向正是青龙岭。大王，英布北上，3万精兵南面直插青龙岭。如果在项羽攻击刘邦时从背后杀到，那就是腹背受敌。大王，怎么办？英布那狗东西反悔了。他不是来救刘邦的。什么？英布这种人，一辈子只干一件事：投降。现在牌桌上有2个选择：帮刘邦，将来被做成肉酱；帮我，他没那个胆子。他2边都不会帮，他是来看热闹的。谁赢了，他就投谁。他现在北上，就是怕错过战队的最后时机。他应该不会等太久。最多2个时辰，他的前锋就能看见青龙岭的烟火。到时候他会根据战场局势做选择，所以，我们必须在2个时辰内，在他到之前，把刘邦按在地上，让英布看到的第一幕是刘邦跪在我脚下。那会儿他连犹豫的资格都没有。动手！惨叫声。骨骼碎裂声、战马嘶叫声搅在一起，整条山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绞肉场。踏平青龙岭，活捉刘邦！护驾！护驾！韩信在哪儿？汉王，韩将军在后军，距此足足20里。20里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会儿我怎么跑？不可能！他见过项羽打仗，在彭城，在广野，每一次都是噩梦，但没有一次这样近，近到他能看清项羽的眼睛。快，挡住他！挡住他！那时候你说陈宇将军齐力攻秦，定不敢有二心。现在呢？项王，你我何必如此？何必如此？你偷我关中，杀我义弟，挖我祖坟，欠了这么多年的账，今天九江王有令，助汉王破贼，格杀项羽者，封万户侯。有意思。放开我！营部，你要救的人在这儿。九江王有令，助汉王破贼，这句口号还挂在嘴边，可汉王已经在人家手里了，助什么破什么？英布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来救他的，还是来抢功的？救他，他现在这副德行，你救回去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杀你灭口，因为你看见了他最丢人的样子。抢功，功在哪儿？人在我脚下，你拿什么跟我抢？皇上，冲吧！他只有2000人，咱们3万。闭嘴！英布，我上次跟你说的话，你应该还记得。肉酱以3族私有返乡，这几天我夜夜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全家被押上刑场。你觉得他会感激你，还是恨你？刘邦被人踩在脚下的画面，
已经被我这3万九江兵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画面传出去，他的天子威严荡然无存。刘邦绝不会容忍见证者活着。你现在有2条路：一，冲下来，跟我拼命，就算你赢了，将来也是一罐肉酱；二，带着你的人退回去，等这盘棋下完了，我项羽给你一个比刘邦大方10倍的价码。英布，救我！我封你为王，世代相传。全军后撤！皇上，后撤！退回30里！现在，立刻！大王一个人，一只手，一句话，竟然逼退了3万大军。刘季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汉王了，你是我的筹码。绑了，嘴堵上，别让他叫唤。收拾战场，半个时辰后出谷。大王，接下来在那里，还有一个被夺了兵权、被按在辎重营里的男人韩信。刘邦没了，20万汉军群龙无首，你猜韩信现在在想什么？大王担心的从来不是英布，从头到尾，真正的变数只有一个。韩信这个人，被人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才是最危险的时候。韩信受胯下之辱而不发一言，越是压制，他的反弹就越恐怖。刘邦夺他兵权，他忍了，可现在刘邦被抓了，那20万人的主人空了，就像一头没有主人的巨兽，和一个被解开枷锁的兵仙。大王，韩信，他重新掌兵了。刘邦被擒的消息传到后军，最多1炷香，韩信只用了1炷香就完成了掌权者的身份切换，快，太快了！韩信怕是早就在等这一刻。刘邦夺他兵权的那天起，他就在布局接盘，等一个刘邦倒下的契机，然后名正言顺地站出来。走，出谷。大王，韩信那边，他不会来，至少今晚不会。刘邦被抓的消息一传开，军纪必乱。韩信要是不先把这锅粥搅匀了，明天他手里就不是20万大军，是20万流民。所以，我们有多少时间？1夜。刘季想活命吗？你想怎样？写封信。什么信？告诉你那20万人，你还活着。告诉他们，韩信不是来救你的，是来抢你位子的。项羽这是要用我的手把韩信和汉军彻底撕裂，我凭什么信你不杀我？你没有选择，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：韩信这个人，你比我了解。我太了解韩信了，那个从胯下爬过去的男人，骨子里比谁都记仇。被夺兵权的耻辱，他绝对不会忘。给他笔。汉王被俘，从现在起，全军听我号令。韩将军，汉王他，我们是不是该先什么？带着20万人冲进青龙岭，把汉王和项羽一起埋了。项羽手里有汉王，我们投鼠忌器，但项羽只有2000人，他吃不下我们，所以现在的局面是僵持。他有人质，我有大军，谁先沉不住气子，谁就输。将军，
项羽派人射进来的。竹简上只有一行字，是刘邦的笔记：韩信谋反，诸将勿从，朕尚在，速来救驾。项羽，你想用刘邦的手把我变成叛臣，可你忘了一件事：刘邦在项羽手里生死未卜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。我韩信今日起暂代汉王统御全军，不服的现在就可以走，去青龙岭找你们的汉王。项羽，你想跟我下棋，那就下。不过这一次，棋盘上没有刘邦碍事了，你我之间该有个了断了。大王，那封信被韩信当众烧了，汉军没有乱。好，韩信，你终于不装了。历史上的韩信一辈子都在犹豫，该反不反，该走不走，最后死在一个女人手里。可现在，我亲手帮他斩断了所有退路。一个没有退路的韩信，才是真正的兵线。这盘棋终于有意思了。那是一支重新找到主人的军队，而那个主人正在磨刀。大王，汉军营寨全部重新布防，原先刘邦带来的3万御林军已经被拆散变入各营，曹参旧部全部调离核心位置，换上了韩信自己的人。粮道呢？封死了。韩信调了2万人专门守粮道，每隔3里一座烽台。我们之前用的那几条山间小道全被砍伐了，沿途树木，视野开阔，连只兔子都藏不住。2个时辰，韩信不但理清了军心，还把我之前所有的游击通道一口气堵了7、8成，这才是韩信。刘邦压着他的时候，他是条拴了链子的狼，而现在，还有，韩信派了使者，说要跟大王谈，一个人来的，没带兵器，就站在谷口外面。让他过来。在下李左车，奉韩将军之命，给项王带一句话。说，韩将军说，交出汉王，放将军东渡乌江，裂土封王，江东之地尽归项氏，此为底线，不还价。裂土封王，江东归项氏，这条件不可能有这种好事。韩信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？将军何出此言？你回去告诉他，项羽不吃这套。他要是真想给我封王，就不会在说这话的同时，派3000轻骑绕道鹿鸣山，那条路通向青龙以南出口。他是想趁我考虑条件的时候，把口袋扎死。这是韩将军出发前反复叮嘱的绝密部署，项羽怎么知道的？替我给韩信带句话。你说他那3000轻骑走鹿鸣山要过一条河，河底有淤泥，战马过不去。他要是不信，让骑兵试试。全军听令，拔营向西行军。韩将军，项羽原话，他说你那3000轻骑走鹿鸣山要过一条河，河底有淤泥，战马过不去。他还说他拔营往西走了。鹿鸣山那条河真的有淤泥？末将已派人查证，河底确实是软泥地，前2日刚下过雨，战马踩下去至少陷到膝盖。这条河连我自己都没有实地勘察过，项羽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往西走了。是。西边是什么？
柳庄、佩泽，然后是涡水。污水秋汛刚过，水位高涨，宽于30丈，那里根本没有渡船，2000人过不去。项羽往西走，是要把自己逼入绝路，还是他不会往污水去？他是要我以为他往污水去，西走，我一定会追，追到涡水边发现人没了，那人会去哪儿？北，柳庄以北30里有一片废弃的旧军营，那是当年项梁起兵时留下的。他要回旧营，那里有地道。张弛，率5万步兵封锁柳庄以北所有路口。赵谦，带2万骑兵从东面迂回，堵住旧营方向。其余各部原地待命，不许妄动。20万大军再次运转起来，这一次没有犹豫，没有质疑，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没有刘邦在头顶压着的完全不同的韩信。与此同时，柳庄以西一处密林中，他没追。韩信没派人追我们，他直接去堵旧营了。大王，他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韩信，旧营去不了了。改道。去哪儿？陈县，那是韩信的后方粮仓所在地，驻军不多，但屯着20万汉军至少半个月的口粮。韩信所有的算计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，他有粮，我没粮，那我就去把他的前提一把火烧了。2000人走不了大路，那就走没路的地方。韩信再厉害，他也算不到一个疯子会绕200里去偷他的家。旧营那边传来消息，扑了个空，项羽根本不在那里，他去哪儿了？来人！传令后方陈县守军立即加固防御，所有粮仓即刻转移。项羽，你到底是谁？立即转移粮仓，半个月的口粮3000升，这么仓促怎么办？韩将军原话，项羽可能南下，做好最坏打算。全军戒备，粮仓分散转移，能搬多少搬多少，斥候外放5里。直觉告诉我，那个人真的要来了。报！陈县急报，南方高地发现密集火光，至少2000人。不是至少，就是2000。张弛率5万人从桃林渡口向南，堵住项羽退路。赵协带2万骑兵东面合围，其余各部全压陈县。我要集结15万人，把项羽死死按在陈县。将军，正面防线空了，若项羽这是声东击西，他只有2000人，没资格声东击西，除非项羽的目标根本不是陈县。大王，陈留发现我们了，直接攻城。韩信在陈县布下15万人等我钻口袋，对吧？刘季，陈县的粮只是诱饵，韩信知道我不是插话，他的主粮仓早就转移了，在汉军主营东面朝阳林，他以为我看不到，我偏要拔给他看。拔营，目标朝阳林，2000人，1个时辰。大王这是要将韩信的自信彻底击垮，太让人胆寒了。火光消失了。是，半个时辰前突然熄灭，楚军不知所踪。火光消失了。是，半个时辰前突然熄灭，楚军不知所踪。朝阳林，那里是汉军第2批粮草的机密储存点，守军仅3000。项羽从头到尾的猎物都是朝阳林，陈县只是个幌子。传令，陈县守军立刻回撤，放弃南面合围，全军向朝阳林集结。我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脖子，项羽往哪儿扯，我就只能往哪儿扑。大王，人来了，我们只有2000人。
2000，够了。刘季，真正的仗是在对手脑子里打。我让他以为我打陈县，他去守陈县；我让他以为我打朝阳林，他就把兵全调来救朝阳林。现在陈县空了，主营空了，他20万人被我耍得团团转。季布，留1000人，在这跟汉军死磕1个时辰。大王，那您，我带剩下1000骑，直插汉军主营。我要端他的老巢，活捉他的家眷，把韩信生平所有的骄傲一块一块砸得稀巴烂。随着项羽一拽缰绳，1000铁骑如幽灵般脱离战场，无声无息地没入黑暗中。留在原地的朝阳林外，战鼓震天，杀声四起。而这不过是一场为项羽拖延时间的残忍游戏。将军，主营南门外发现楚军旌旗。陈县是假，朝阳林也是假。项羽的刀剑从一开始就抵在了我的咽喉上。项羽，这位兵仙突然发现，项羽根本不按套路落子，而是直接掀了桌子，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而这次韩信又会怎样破局？